唐阿玉，他是漆匠出身，以做清河坊赌台老板起家。他收了许多门徒，其中有一部分是以打劫为生的，有几个职业杀手也拜在他门下。只要有人肯花钱，他们就会打死人。唐家住在吕宋路、金莲云路五福里1号。某年他生黄疸病及流行性肝炎，我为他看好了之后，他一定要和我做朋友，我却避而远之，不敢和他接近。他横行不法了一个长时期，后来被江北大亨顾竹轩指使他的徒弟王兴高把他打死。次日报纸上登出他的尸体照片，两眼突出，可怕得很。他有一个小老婆，后来穷困到成为乞丐模样。一次他来求我免费替他看一次病，我见了他，已不认识他就是当年丰荣盛简的人物了。瑞某，绰号活老鸭阿荣，本来是一家大有兴香烛店的小老板，交友不慎，专与匪徒为伍，抢劫烟土，号称新八股党之一，而且成为富翁。后来移居吕班路三德坊，那时已经有了一个小老婆，叫做阿娘。接着又威迫一个乐姓补习女教师做他第二个小老婆。后来经人介绍，女伶华慧琳做他的妓女，不久也变为他的小老婆。他为要力捧华慧琳，特地租下宁波路、金淮海路、星光电影院改演京剧，一面请了马连良、叶盛兰、马富禄等到上海来与华慧琳配合演出，声势极盛。某年着别临到上海，也到星光戏院后台去拜访他们。那时我的诊所在星光戏院对面慈安里，常有电话来招我到戏院经理室去看病。阿荣外形看来一些没有病，事实上他却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。有人告诉我，此人碰不得，你要少同他来往为妙，因为此人生性暴躁，喜怒无常，说翻脸就翻脸。其实他虽是戏院老板，暗地里仍然做着职业杀手，随时会把人杀死的。他手下有许多徒弟，成群结队，无恶不作。后来他逃到外部，疯疯癫癫，变为吃人而死。徐某是六马路、金北海路、锦春茶馆的老板，后来也做了赌台老板。这种赌台，小爷赌大爷赌，真是害人不浅。他有一种本领，就是很会理财，把多余的钱放高利贷，上海人称作印子店。如果有人借钱不还，被他打断脚骨是常事。他好色成性，寻花问柳，对女人方面用钱爽得很，绰号叫做钞票老头子。他的横行时期不长，没有多少年就死于喉癌症。尤阿根名气很大，但是他的真名很少人知道，他是拉他车出身，先做小巡捕，后来变为便衣侦探。因时的坏人多，所以破案率很高，递升为老闸捕房探长，很多探员都是他的徒弟。他有时来看病，一出手就给诊金10元。我说，我的诊金只收1元2角，用不着这样多。他说，你收下好了，我尤阿根是不在乎的。我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害怕起来，他后来成为我的老病家。人家告诉我，这人对刑事案颇有办法，上下其手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只要有钱可以颠倒是非。有些人本来无罪，他为了销案，无端端把一个好人落案，做的孽也数不清了。他向来出入坐汽车，但是从捕房出来，表示廉洁起见，总是坐一辆包车。有一天就在包车上被人用驳壳枪打死。张法尧，他父亲是法租界著名的3大亨之一张啸林，他的家人常由我诊病。
张啸林脾气坏得很，动辄骂人打人，我到他家里竭力避免与他接触。但是我和张法尧很熟，他的夫人很斯文，有病总邀我去诊室。张法尧自己毕业于八仙桥中法学校，成绩平常得很。张啸林觉得有子留学是很光荣的，所以把他送到法国去。他到法国去混了几年，用掉了30多万元，那时节的30万要等于近时的1000万，这样的挥霍哪里会认真读书？就在法国一家野鸡大学买了一张文凭回来，后来与于祥琴合伙，在我诊所格林威海卫路今威海路30号挂起律师牌子来，同时也吸上了鸦片烟，身体弄到坏透了。等到张啸林被他自己的保镖所杀，张法尧也就一贫如洗，死在徐家汇木屋区中。黄某是一个生意白象人，年幼时游手好闲，专事殴斗。他的哥哥是日新池御史的账房，他粗知文墨，也做过短时期新闻记者，因此认识好多人。后来他拜在蔡和尚门下，于是就正式成为一个白象人，与大汉奸常玉清为伍。他工于心计，极善理财，蔡和尚给他一笔钱，专门放高利贷，就在慈安里挂了一个汇中银号的招牌，自任总经理。他一家大小有病，总是邀我去看，但从不付1文钱。他的意思是，如我有事，他可以帮我的忙；他家人有病，我应该免费替他诊病。实际上，我为他服务了10多年，我却从来没有托他做过一件事。后来他的汇中银号变成汇中银行，果然做的像模像样，最得意的时期却忽有几个钱。但是后来他因案被捕，押解到他的原籍绍兴，被枪毙了。我向不迷信，但是我先后看了这般人的病，不但和病人很熟，连他们的家人子女都相认识。不过我认为报应之说既近迷信，因果律3字是科学的循环律，因此抱定一个宗旨，我和他们之间保持相当距离，而且中间隔着一重壁垒，私人方面不相往来。他们有什么宴会，我从不参加。这种人做生日做蜜月，帖子是不断送来的，我总是礼到人不到，所以不会发生什么纠葛。上海白象人对像我这种人叫做空子，所谓空子，是认我为圈子外的人物。发财奖券全是骗局。上海一向有一种赌博叫做花卉，即是香港的字花。主持这种赌博的人都是一些黑社会人物，在40多年前是绰号歪鼻头冒堂。他有一个儿子叫做阿他，倒是日辉港南洋中学毕业的，人极斯文有礼。有一年阿他生了喉沙症，进称猩红热，我为他治疗痊愈，他衷心感激，一再要求我和他结为金兰之交。我对这种人的家庭背景向来抱定敬而远之的态度，所以我对他的要求没有接受。